大家都知道，男人需要补充雄激素，女人呢则需要补充雌激素。男人若是雄激素充足，也会更有男人味儿，更有阳刚之气。那雄激素充足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，睡眠质量好。雄激素旺盛的男性通常呢睡眠质量都会很好，并且呢不愿意做梦。但如果长期熬夜，睡眠不好，这样就会影响内分泌，导致呢雄激素不足，对身体也不好。表现二，手脚常年都暖和。男性如果体内雄激素旺盛，那么阳气也会比较充足，这样即使在寒冷的冬天，手脚也会很暖和。若你也是的话，那就恭喜了。表现三呢，毛发旺盛。雄激素对毛发生长有促进作用，所以雄激素旺盛的男性毛发也会比较旺盛，并且呢长得很快。那上面的表现如果你都没有，可能呢就是雄激素不足了。大家可以通过饮食呢来调理，多吃牡蛎、坚果、枸杞等食物，对增进雄激素有帮助。大家都知道，男人需要补充雄激素，女人呢则需要补充雌激素。男人若是雄激素充足，也会更有男人味儿，更有阳刚之气。那雄激素充足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，睡眠质量好。雄激素旺盛的男性通常呢睡眠质量都会很好，并且呢不愿意做梦。但如果长期熬夜，睡眠不好，这样就会影响内分泌，导致呢雄激素不足，对身体也不好。表现二，手脚常年都暖和。男性如果体内雄激素旺盛，那么阳气也会比较充足，这样即使在寒冷的冬天，手脚也会很暖和。若你也是的话，那就恭喜了。表现三呢，毛发旺盛。雄激素对毛发生长有促进作用，所以雄激素旺盛的男性毛发也会比较旺盛，并且呢长得很快。那上面的表现如果你都没有，可能呢就是雄激素不足了。大家可以通过饮食呢来调理，多吃牡蛎、坚果、枸杞等食物，对增进雄激素有帮助。南瓜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，那南瓜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，而且呢味道也很好吃。但是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不知道吃南瓜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。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南瓜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比如膳食纤维、果胶以及南瓜的多糖。这些物质呢能够减慢胃里食物的排空速度，增加饱腹感，对控制餐后血糖有帮助。但是南瓜只是一种食物，并不能够代替药物来降低血糖。其实南瓜中含有的热量和脂肪呢都比较低，但是在吃了以后还是容易转化成糖和能量，也能够升高自身的血糖。所以大家在吃南瓜的时候，一次最好不要超过200克，并且呢最好减少主食的摄入量，这样对控制血糖才有帮助哦。供血不足是很多中老年人容易发生的，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、记忆力减退、失眠多梦等等，对身心健康都有影响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让大脑更健康。自然的站立，双脚稍微的分开一点，双手叉腰，抬起一条腿，抬到大腿和地面平行的位置，然后用力的落地，先左后右，这样交替的抬腿跺脚。可以在原地做，也可以边走边做，每天这样跺脚3到5分钟。做的时候动作要做到位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好的通经络、补肾气的作用，让你越跺越健康哦。脑供血不足的人经常会出现头晕、耳鸣、手脚麻木、记忆力减退、失眠多梦等情况，影响身心健康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，改善脑供血不足的不适症状。动作1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向外张开，手掌心朝后，和肩膀保持平齐，然后双手手臂再向后伸直，坚持2秒，回到原位再做。那坚持做30次，注意做的时候要平行向后推进。动作2也是自然站立，双手在胸前，像我这样食指相互扣住，然后一起向头后方用力作用，这样一前一后为一组，也是反复的做30次。那这2个小动作简单方便。
脑供血不足时做一做，可以促进脑部供血，改善脑供血不足。做完头颈都感觉到很轻松。人上了年纪之后，很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那经常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耳鸣、记忆力衰退等，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很大。那有脑供血不足的人，可以多吃一些对心血管有益的食物。西红柿，西红柿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那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西红柿炒蛋了。西红柿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芦丁可以软化血管，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些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也有帮助。大蒜，大蒜是生活中常用到的调味品，大蒜的味道有些重，很多人不喜欢，但是大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大蒜中含有丰富的大蒜素和维生素 B1， 经常吃可以降低血液粘度，增强血管壁弹性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、血栓以及中风都有一定的帮助。脑供血不足是小中风的一种，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，这样中风也会远离你哦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感觉自己记忆力下降，总头晕头痛、耳鸣、失眠多梦。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。第一个动作，踮脚拍手。动作很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踮起脚尖，双手手臂向身体两侧伸直，坚持3秒，脚跟落回地面。落回的同时，双手向前伸直，手掌心对拍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，可以早晚都做一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为大脑提供血液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帮助。第二个动作，伸懒腰，躺着、坐着或者是站着都可以做。那先将双手向上举过头顶，用力的拉伸腰部和背部，每次拉伸20下就行。这样伸懒腰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身体疲劳，对提高大脑供血也有帮助。脑供血不足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、肢体麻木、记忆力减退等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建议都是下面这2种食物可以帮你很好的改善。第一种，新鲜的水果蔬菜。脑供血不足的人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因为蔬菜水果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可以帮助身体补充营养，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预防血管堵塞、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五谷杂粮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五谷杂粮中含有多种的纤维素、矿物质以及维生素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。不仅能为身体提供营养，也能够改善血管的血液循环。比如玉米、红薯、芋头等，经常吃这类食物能让大脑更健康，预防脑供血不足。但过了50岁会出现视物模糊、看不清东西、眼睛干涩等情况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保护视力，使眼睛更明亮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我们的2个眉毛内侧边缘的凹陷处。按摩时可以用食指或者是大拇指按揉这里，每次按揉100次。因为这里距离眼睛比较近，所以大家按摩之前最好先将手洗干净。按摩的力度自己掌握，适中就行，只要感觉有酸痛感，切不可力气太大。按摩这里可以明目醒脑、祛风通络，对缓解头晕、头痛、老花眼有很好的作用。那中老年朋友平时也可以多按摩这里，做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舒服很多，还能够帮助保护视力，大家不妨试试吧。人上了年纪之后，尤其是进入50岁后，身体开始走下坡路，体质下降，肝脏、肾脏功能也会跟着下降。如果想要保证身体健康，就需要多注意饮食。下面的3种食物能少吃就少吃。第一种，腌制类的食物。生活中很多腌制类食物都加入了大量的盐，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造成机体水液不平衡，给肾脏加重负担，而且还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第二种，油炸类食物。通常油炸类食物都是经过高温油炸成的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，如果经常吃的话，很容易造成身体肥胖，使血液变粘稠。
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50岁后如果想要养生，就尽量少吃油炸食物。第3种，发霉的食物。发霉的食物就尽量都扔掉吧，不要将好的部分再接着吃，因为食物霉变的时候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微生物，而且还容易含有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很容易影响肝脏健康，所以大家也要少吃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